懒惰的男孩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曾经有个穷妇人，她的丈夫去世了，只剩下一个懒惰的儿子。因为他不喜欢工作，大家叫他懒惰杨克。冬天时，他就在炉边蹲着；到了夏天，他就在树荫下歇着。一整年，他不做任何事。有一天，穷妇人对他说：“我跟你说，亲爱的儿子，帮我从河里带一罐水回来，让我洗一洗你的脏衬衫和裤子。”儿子只耸了耸肩：“如果我不觉得烦，我还真乐意去。”穷妇人继续哀求他：“亲爱的儿子，你去吧，让我洗衣服吧。人们到底会怎么看我？天天给你穿肮脏的衬衫和裤子。”老妇人继续唠叨，一直烦到小伙子提起罐子，生着闷气走出了家门。他把罐子灌满了水，就马上回家。路上，他突然听见罐子里有东西在说话：“小伙子，我跟你说，还我自由，把我放回河里去吧。”小伙子说道：“如果我不是懒得再回去河边一趟，我真乐意把你放回河里。”小鱼继续哀求，直到他返回河边。他把小鱼放回了河里。小鱼说道：“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也想感谢你。你一旦有什么愿望，只要说‘小鱼，小鱼，快实现我的愿望’。”说完后，小鱼就游走了。懒惰杨克把水带回了家，他把罐子放下，马上将手放在肚子上。“妈妈，我肚子饿了。”“亲爱的儿子，如果饿了，就自己去找吃的。”他一下子想到了小鱼，就说：“小鱼，小鱼，快实现我的愿望！我要葡萄酒、面包，再来一大盘烤肉。”他刚一说出口，菜就到齐了。他和他的母亲都吃得饱饱的，从椅子上几乎都站不起来了。穷妇人开始洗衣服，杨克在房子后面的阴凉地躺着。他躺在那儿的时候，国王的女儿走了过来。“懒惰杨克，该工作的时候，你怎么还那么闲着呀？”杨克很生气，就这么反驳他：“小鱼，小鱼，快实现我的愿望，让你肚子里有一个小孩儿。”奇迹中的奇迹，公主马上怀孕了。从那天起，她的肚子越来越大。9个月过去之后，公主生了个男孩。男宝宝虽然很漂亮，不过没用。国王可不喜欢这事儿，他逼问女儿，到底谁是孩子的父亲？但是女儿向天向地发誓，她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关系。“生就生了，但还是要有个父亲呢。不播种，哪会有收获呀？”学者们推荐，国王召集所有的男人排成行，一个都不能少。然后他们将一个苹果放到小男孩手里，孩子把苹果给了谁，谁就是孩子的父亲。“好吧，”国王说，“如果真这么简单，那我就这么下令。”男人们开始排起队来，首先是军人，然后是预备役，最后所有算得上的男人都排上了。不过还是没用，小孩没有把苹果给任何人。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国王想了想，难道学者们都错了吗？不过他们强烈推脱，他们并没有错，肯定有个男人没有来。他们点了点数，发现懒惰杨克没有来。
国王立马派了一队士兵去把他带过来。不过，他们花了半天时间才能回去，因为杨克在阁楼睡得很香，叫醒他真不容易。当他出现在皇宫门口时，小男孩把苹果马上递给了他。这样一切清楚了，懒惰杨克是公主儿子的父亲。其实，国王满心期待的是一位王子，但结果却是这样，他非常生气。你们辱没了我这个老人，那你们应该接受惩罚。于是，国王把女儿、孙子和懒惰杨克放在了一个大木桶里，把他们扔进了多瑙河。木桶在水里飘啊飘啊。一开始，公主还哭泣，但很快就想通了。虽然杨克很懒惰，但他还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。有一次，他对他说：“懒惰杨克，你听我说，这个木桶对我们3个人来说太小了。我想要一幢宫殿，和我以前住过的一样漂亮。你想想办法，让我们逃出去。”“我很乐意想。”懒惰杨克说，“不过我很烦。”公主再三恳求他，直到杨克答应。“小鱼，小鱼，快实现我的愿望！我要一幢漂亮的大宫殿，有着高高的篱笆。”突然，河水把大木桶掀了起来，送到了岸上。木桶上的木片一片片掉在地上，它们都掉了出来，刚好落在一幢漂亮的宫殿的篱笆前。“哎呀，这么漂亮！”公主说，“这肯定是我们的。”的确是他们的，是小鱼变的法术给他们的。他们马上搬了进去，在那儿幸福地生活着。在那里，懒惰杨克睡得可香了。如果偶尔公主没有叫醒他，或许他的身边都冒出芽儿来了。谁不信的话，就自己去看一看。